为什么大家说今年的 iPhone 17可能会带来最大的换机潮？应该说近3年来最大的换机潮。那我们会去细去分析里面的原因，还有过去5年以来这些 iPhone 的网络声量成长趋势，还有过往的世代改变，去对比它的销量，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其实也蛮相信今年的 iPhone 17可能会带来蛮大的换机潮。大家好，片那关于今年 iPhone 17的相关爆料，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集那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这些规格还有它的外形设计，大致上都已经底定。那甚至在机型里面的这些分布来讲，我们也都知道。那首先我们先从机型这个地方来切入啦。今年当然一样就是4款机型，但是它的4款机型里面定位会有蛮大的差异。那分别是 iPhone 17、iPhone 17 Air 或者 Slim， 那这个名字就是暂定。那它取代就是 Plus 那在一样的高阶的2款，就是 iPhone 17 Pro 跟 Pro Max 一样，这些名称都暂定。但目前我们知道就是这个4款的分布，那应该很多人马上看出来这个新的 Air 的这个版本，这个机型，那其实它不单单是从 Plus 改成 Air， 它整个机型的定位、产品定位、价格可能也会完全不一样，整体会走这个轻薄还有大萤幕的路线，背后可能只会有单颗镜头，但是萤幕的尺寸大概 6.6、6.7 寸之间，所以在整体大家的萤幕的使用体验上面，跟先前的 Plus 版本不会有太大的差距。那当然嘛，这个叫做 Air 或者 Slim， 它重点就是轻薄。那对比现在的手机做的越大越重来说，就是完全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那刚好搭配上现在这个时间点，苹果自家设计的 C1 晶片，那我们也看到在 iPhone 16E 上面用上这个晶片它的续航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也是为什么现在这种轻薄的机身配上这个晶片，好像听起来算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产品，因为有好的续航力嘛，你就不会因为机身要做的轻薄，在使用体验上面有更多的妥协。那其实这样全新的机型肯定是会造成不小的话题度，因为这个是苹果在多年以来在中阶的产品线以来首次有这个全新设计的产品，那它比较像真的重新规划。因为我们看如果像先前不管是 Plus 或是 Mini 的版本，它比较像是数字系列的延伸，因为整体外形设计语言还有它的规格配备基本上跟数字系列都一样，那它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小或是比较大的版本，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它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就是在萤幕尺寸上还有续航力上面做一个抉择。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说今年 iPhone 17系列会有很大的话题性。那在这个17的数字系列，我们就可能先不用去理它了，我们来看这个 Pro 系列的机种。 Pro 系列的外观模型机大致上都已经出来，底定应该就是这个造型。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外形上面是有蛮大的差异，后面的镜头模组那个玻璃的地方改成长方形的这个形状，那可以看到 LiDAR 跟它的闪光灯也一起向右移。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先打个预防针不太知道说真的这样移过去的话，在手指上会不会真的好用。但不管大家觉得好看不好看毕竟这样的这个外形设计是从 iPhone 11 Pro 系列以来算是最大的更动了。它的外形改版我觉得辨识度是蛮高的。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分析也说，它在后面玻璃模组这一块不会改成这种黑色色调的设计，像现在很多 Android 的旗舰机型一样。那刚好前天彭博社有报道出来，他们得到消息也是后面这个镜头模组玻璃的地方也会用跟机身同色系的玻璃，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有稍微好看一点。那我刚说嘛，这样外形设计它的辨识度很高，那我觉得如果你再加上手机可使用的情况下，至少它的机身从背后你一看起来它的这个镜头模组开那么大的孔，你拿在手上马上就看得出它是新一代的手机。那为什么一直提到辨识度这一点很重要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近来5年 iPhone 的这个网络声势的走势。其实我们发现卖的好跟不好跟它外形的辨识度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那这个是对比 iPhone 12到 iPhone 16 5年来每一台的网络声量，可以看到它的走势的差异。那我们也有和相关的周边厂商了解近年来 iPhone 的这个销量的表现那同时我们也观察了美国市场的这个走势来跟台湾做一些对比，那大致上也都符合这个趋势。现在看啦 iPhone 12算是卖的非常好的一代，同时你看它这个网络声量不管在哪里它都有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反弹上升那这个原因其实也是跟当年 iPhone 12碰到这个疫情的关系，比较大的 Pro Max 机型跟 Mini 机型是延后将近1个月才推出，那这个在近来5年其他代都没有这样的状况。那同时也加上这个 iPhone 12大改款的1年，不论外形的设计它的增加成4个机种不同的机型，然后又碰上这个2个机型延后上市的这个情况，它当时不止热度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热度也持续延烧了很久。那如果你把整体的声量还有热度延续性算在一起的话，它绝对是近5年来卖的热度最高的一支 iPhone。同时在这个销量还有配件上这边我们得到的反应也是一样iPhone 12系列它的配件算卖的非常非常好。那在我们看到13系列它这边它的走势就整个下来那这个应该是继16系列以来第2低的整个网络声量算是表现不太好。其实很大的原因看它的外形也不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大改款，真的要辨识的话就是前面的刘海稍微缩小一点，那刚好这个你没有细去看真的也很难看出来。那再来也经历 iPhone 12当时有一个非常高的
声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换机潮，然后又配上13不太有亮点的情况下，那自然不管在它的网络的声量反应啊，还有销量都不算是非常的好。那再来我们看到14它整体最高点的网络声量也不能算太差，但是你看它后续下降的非常快。那其实在当年14 Pro 系列推出来的时候，它的外形辨识度其实是不低，至少从正面看起来，它从刘海首次改成了这个动态岛。那这个在前萤幕来说呢，是继 iPhone 10加入刘海以来算是最大的一个改款。那这个动态岛不只是让它的萤幕增加了挖孔，那苹果也用软体的方式增加这个动态岛的使用功能，所以在它一开始展示出来的时候，算是蛮花俏、蛮绚丽的。到底实不实用，大家各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它的辨识度算是还不错的。那你从正面去看手机在使用的时候，一眼也就能辨识出它的新机，至少对比 iPhone 13来讲，你不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市场，它最高点的表现都是好了不少。那再我们看 iPhone 15系列在 iPhone 15上面，首先它的数字系列也加入了这个动态岛，全系列都有动态岛。那在 Pro 系列，它整个外形换成了钛合金之外呢，机身也向内缩小，同时也让它萤幕的占比更大，就是萤幕的边框也更窄。所以我觉得严格来讲，如果你真的继续看装壳的话，它外形来讲或许不能算是大改版了，但是也因为这个机身材质的改变，还有 Pro 系列机身稍微修的比较轻薄的状况，因为 iPhone 14 Pro 是非常重的一台 iPhone， 那所以我自己虽然不认定它是大改款，但市场上很多人认定说，换成一个新的材质的外壳，它也算是大改款。那刚好市场上都有一个传闻，就是买单数不买双数啊。那刚好13系列碰到这个单数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亮点不够多，那等到14，他们觉得是双数，所以等到了15再来购买。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网络声量这个当然看台湾或美国啦。台湾来讲，它算是比 iPhone 14好了不少那同时在美国，它也是比 iPhone 14稍微高了一点。那下一代就是 iPhone 16，那整体声量至少从这个美国看起来，或是近5年来最低的一款。那其实市场上的反应，我们大致上也可以猜得出来这样的现象。那有人说，好像财报看起来在美国那边销量是不错。那我们得到的资讯是，其实在美国那边的电信业者，他们有非常多的方案端出给 iPhone 16系列。那所以这个整体上它的销量有稍微撑起来，但其实你看整体的声量和在其他市场的表现，它都是稍微偏疲软。那即使在他们说卖得最好的美国本地它的这个网络声量对比前5代以来也是真的差了不少。那基本上比当年最差的 iPhone 13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其实在全球市场看起来可以看得出 iPhone 16刚好是这个网络声量或者整个市场反应最冷淡的一代。那虽然苹果自己的财报说法，这个是 AI 延后上市的关系，那其实我对这个说法有点不太买单，因为我觉得过往 iPhone 我们从每个世代看起来通常它很有话题性或网络热度很高的时候，其实和它的软体功能通常没有一个太大的关系。那况且 AI 功能上面，以像我们主流使用的 ChatGPT 来讲，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App 嘛，你今天不管用什么手机，你下载这个 App， 那它是网络云端运算的这个功能，那你也不太需要你手机有很强的这个效能去运算它，使用起来的体验不会差太多，只要你点网的速度是一样快的。那你说真的在手机上面使用这些 AI 第一方的使用模式，我觉得这目前来讲还算非常的初期这些跨 App 执行的功能目前也都还没有上线。但我觉得对一般大众来说，可能反而不太在意这个部分。他们问在新的手机，他们会说，这代该不该买，稳不稳定，好不好用，那续航怎么样？那也更多人在意的其实就是它外形辨识度高不高，今年的特别色好不好看？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一个必须性的消费品。那在这个大众的消费市场上，有时候你要刺激它消费的理由，其实可能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冲动消费。那其实就问大家，你记不记得在过去的5年里面，哪一代 iPhone 分别多了什么功能就好？那这个去问一般人，应该很少人会知道吧？那我们一般的用法就是其实传讯息拍照上社群，然后可能追剧而已。同时我们以上面这个图表看起来啦，这当中刚好外形辨识度最低的2代就是 iPhone 13还有 iPhone 16，那刚好也是网络声量最低的2代。而去年 iPhone 16刚好是整体以来最低。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外形辨识度低我们严格来说，这个3眼怪的这个设计，你可以说从 iPhone 11沿用到了16。那就算改成这种比较切直角的外形设计，它也是从 iPhone 12就沿用到了16。那其实长期使用这种一样外形的设计，虽然说没有问题就不用去改它，但是消费市场嘛，有时候它是有一个比较情绪性的诱发他们去消费。那我觉得外形辨识度更改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也是为什么也不止我们分析认为说今年的 iPhone 17应该会是一个蛮大的换机潮。那当然有一些额外的变数，像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这些对等关税的问题，这个部分还需要再观望了。那上支影片我们有提到苹果其实它可以有很多这个关税豁免的条件，像是如果美国政府能认定说，这支整支 iPhone 里面有超过20%的内容物是美国原产的，那这个可以包含很多部分，像它的设计它的专利、它的研发、它的测试。那如果你真的细去想，这些部分都可以算在内容物里面的话，那实际上其实这个也是 iPhone 有价值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你把这个部分算进去的话，要在它总价值里面，美国的这些元素要超过20%，其实是非常容易。那这个当然就看苹
苹果跟美国政府怎么去交涉。但我相信啊，因为开了这个条款，美国政府也是希望得到一些额外的优惠，苹果要做怎样的投资，这边我们就不细去讲。那我们就讲最坏的状况，如果 iPhone 真的被在美国本地课征的这个高额的关税，那我们那次影片也有分析啊，我们预计以苹果这种全球性的公司来讲，它不会让单一市场的消费者去承担这个成本跟风险。那加上以全世界市场占比来讲啦，在美国来讲，它 iPhone 的销量就占了30% 嘛。那如果全球可以一起来分担这个成本的上涨，那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它涨价的冲击。但这部分当然还是要再观望下去，因为川普变来变去，到时候他们怎么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持续观望。那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就是今年的 iPhone 17有没有吸引到你？那你们觉得这种外形的辨识度提高，会不会就会提高你购买的意愿，刺激到你？那大家可以一起在下面留言讨论，或者加入我们免费的苹果 LINE 群组一起来讨论。那我们把相关链接放在下方。OK，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我们下次见，拜。